在小说卷一的北境，重要人物齐聚的临冬城晚宴是故事开始和转折的重要场合。虽然北境苦寒，但为了招待国王，宴会必然热闹，宴席也必定丰盛。在这种展示权力和地位的重要场合，琼恩作为私生子，自然不能和史塔克一家坐在大厅的正席。在大厅的角落，远看着衣着华丽、容光焕发的兄弟姐妹，养子身份的席恩更是对他视若无睹。只有3岁的瑞肯和班扬注意到他。也是在这场晚宴，琼恩向班扬宣泄他不满的情绪，坚定想要加入守夜人的想法。也许只有提里昂能感受到琼恩的心情，毕竟初读这章情节，我倒无心体会琼恩的失落和不满，只想到夏日红的甜美和桌上蜜汁烤鸡的美味。抛开琼恩的故事不谈，现在我想来复刻这道白灵光吃骨头都能大快朵颐的蜜汁烤鸡，替大家尝一下它的味道。这道美食没有写出做法，但听名字便有了想法。我无心去考察中世纪的做法，只想结合自己的喜好和冰火的设定来复刻它，当然厨具除外。白葡萄酒的腌制是鸡肉多汁的必要，不管是来自里斯还是蜻蜓岛，只要有，临冬城就可以有。蜂蜜自然是味道的关键，加上盐和黑胡椒的长时间腌制，是让鸡肉香甜爆汁的关键。在小说的其他章节，不乏描写肚子里填满苹果、洋葱等食材的家禽或野味，不知道佛索威家喜不喜欢这种做法。柠檬也可以有，少来点，最好还别让珊莎知道。蜂蜜和黄油滋润食物的同时，也能让食物更好的上色，呈现出诱人的色泽。除了鸡肚子里的苹果，我还想搭配胡萝卜和欧防风。胡萝卜、欧防风和苹果块加盐和黑胡椒腌制入味，再来上一点点的黄油，让它们烤出更多的香味。配菜和鸡肉最后半小时进烤箱，同时再刷一些蜂蜜黄油，耐心的等待就可以出餐了。出炉的时候，多层次的香味已经四溢，如果不介意，在出餐前再摆个盘。薄荷叶有多少放多少，临冬城里温泉滋养的玻璃花园，大概有的是薄荷。好肉需要配美酒，当然要搭配一杯多恩的夏日红。班扬可是告诉琼恩，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它的甜美。即便是这会儿心情不好，面对如此诱人的美食，也可以暂且抛到一旁，先撕下一块鸡腿，来上一口，肉质鲜嫩，有蜂蜜混合苹果的甜香和入口爆汁的口感。鸡翅是不可错过最多汁鲜嫩的部位，烤苹果依然是熟悉的味道，甜软而多汁。黄油烤熟的欧防风散发着独特的香味，当然也还有独特的口感。我知道还有人关心鸡肚子里的苹果，它比外面的苹果更香甜多汁。好了，宴席终将散去，琼恩注定北上，
奈德必然南下，史塔克一家注定要分离，就像这世上不变的唯有凛冬的寒风。